哎，大家伙早喽！8月21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今天是按照第一个训练日来训练，但是可能跑不了21公里，因为腿部的肌肉挺疲劳的。所以总说马拉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天我跑了6次，平均是一次将近1公里，其他时间就在赛道边站着。当然要比直接跑6公里，或者说跑个6个1公里的间歇要累多了，因为就你有那么长时间在那儿在太阳下消耗嘛。今天腿还疼呢。可是你们想，如果完成一个马拉松，像我的最好成绩或者最近几次，平均是2小时40多、2小时50这样子，那是一直在跑啊。今天跟大家聊聊昨天的比赛。昨天的视频一开始字幕我是传了的，但是就像我昨天发的动态一样，已经这3天已经2次了，就传了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是我这看到的是审核中，联系了客服才知道说被卡在转码那儿了，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的工作流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而且像我的技术背景和能力，我觉得出错的可能性很小的。不知道，客服给的应对办法就是你重新传一个另外压缩的版本。但是哔哩哔哩呢，传完新的版本以后，那个字幕它显示还是有一个字幕，但是呢你要重传才能看见，所以到昨天晚上才有字幕。大家如果想看有字幕的，可以去看看，没有其他区别。昨天那个不太好剪，因为拍的比较散。我昨天上午北京时间11点20就传完了，真正发出来已经是下午了。行，一会儿聊啊，加油干！今天跑到这儿，跑大半程一圈就回家，大概16公里左右。跟大家说说前天的比赛啊，我也看了大家的评论和弹幕。首先决定顺序是一个游戏，那游戏我是第一次玩，甚至我是第一次见到，还挺有意思的。之后呢，我们就是每个人跑2圈，一次跑2圈，然后我跑了6次，其他小伙伴跑了5次，一共是93圈又375米。那是一个公园，它不是一个400米的跑道，那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然后它的规则是起点和终点还有计时点是固定的，交接棒的地方每个队自己选，所以大家才看到交接棒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看我边上会突然出现一个跑得特别快的人，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他就是特别快，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刚接棒。有几组我看到的是特别厉害的，但是人家就人数比我们少，最少的一组只有4个人，就一个人跑10公里。然后小朋友那一组是我不知道是有1组还是有2组，就都是小朋友，最大的可能看上去12、13岁。最小的身高还不到我的这个身高的腰，最小的特别厉害，一下午特别热，一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之前还都特别的晒，暴晒，因为海边嘛。一共喝了得有
2-3升的水，就我一个人。大家其他人跑的时候呢，抽空去个卫生间或者歇一小会儿。大部分时候，团队的小伙伴跑到我们这个交接棒的地方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喊加油。昨天跑了2小时31，对吧？其实这个全程马拉松的成绩，你放在现在的业余精英的身上，也不过就是人家一个全程马拉松的成绩。所以你们想想，这个我总说240是普通人的天花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它并不是你努力就能实现的。你还要有速度能力，你要有耐力，你要有不错的天气，各种。我昨天几乎是竭尽全力了，只有倒数第2组。昨天我拍摄啊，是第1组、第2组和最后2组，就是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我的4次跑步，就是我的第1圈、第2圈和第5圈、第6圈。中间2圈正好是最热的时候，而且为了保证跑的成绩，我就没有拍摄，因为他那个交接棒是要把那个带子戴在身上，我特别担心戴和摘的时候会因为这个帽子反过来影响。然后最后那半圈冲刺的时候，就是我跑过我们交接棒那个地儿，大家就一起跟着我一起跑。那段时间是加速了，因为后边小伙伴们跑的也挺快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一个像后面的摄像设备，没有拍到这个画面。整体的水平是不低的，但是其实和大多数地方都一样，就是它是会2级分化的，有的队很厉害的，然后有的队呢就是比较娱乐性质的。昨天还创造了我1公里的最好成绩，比我想象的快。我之前给自己想象的1公里，我觉得我全力以赴的冲刺可能是3分10，昨天冲到了3分04。但是大家看昨天我的第1组就是起跑，就能明显看出，其实我是一个绝对速度能力很差的人。你们看前面冲出去的人，几乎有一少半，就是前100-200米比我快好多的人，最后我都在1公里之内就超过他们了。其实大部分人就是你瞬时功能，就是 ATP， 最多也就是6-7秒，瞬间就没了。后边的都是糖，然后是脂肪。所以你要是大街上碰见人跟你较劲，万一发生冲突，你先跑6秒，他使劲追你，基本上就没劲儿了。大部分人就是不运动的人，他的 ATP 到糖的转化都要比像咱们运动的人要慢得多。所以其实比赛之前的热身，就马拉松比赛之前的热身，也是一部分是为了调动你的身体的功能，因为你省出来的那一点儿，你认为热身会消耗的能量，其实没有太多意义。昨天我是没想到起跑那么快的，但是
当时的心理感觉是看到前面那么多人那么快，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打鼓。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感觉自己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快，腿抬不起来了，就没有时间抬腿了。后来调整了半圈儿，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1公里跑进3分钟，对我来说是个挺大的挑战。但是好消息是，我看我的数据，在同样很快的配速下，我的步频慢下来了。3分30的配速的时候是208左右，但是我去年北京马拉松的时候，随便就是210，那心肺的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每次跑完回来画正字儿，写2笔，每个人特别有意思。然后昨天视频开头的那个看上去像啦啦队那个不是专门为这次比赛的啦啦队，他们应该就是一个某个团体的组织，正好那天下午在那儿练习。那是不封路不封公园的，就是随便。第一圈那个要接棒的那位女性跑者，就是一黄衣服的那是挺危险的，她没看见我，她要真的横着冲过来，我停不住的。所以大家如果去操场啊，或者在公园的跑道横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不是想停就能停住的。看今天星巴克门口没有人，哎，不可思议。其实这边今天才算是真正完全的回归工作状态，因为他们那个节如果再多请2、3天假，就又连着上一个周末了。所以上周4的训练会晚上的人也不是很多，老哥说很多人就都出去玩了，或者回到老家待2天。然后昨天的鞋的选择可能不太合适，不应该选那双鞋。那双鞋其实轻透气，但是它不够有劲儿，就和我现在脚上的这双特步还有阿尔法Fly比。昨天应该穿特步或者穿阿尔法Fly。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是正常的比赛。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接力比赛，心态不一样，就是你每一棒都很努力。行，差不多，我这儿直接就回家了。咱们一会儿训练完之后再见。哎，8月21号星期一清晨6点33啊，训练结束。今天虽然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但是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应对肌肉还是有疲劳感，第二呢是这周3是强度课，就是第3个训练日，所以今天跑的少，也比较的轻松，15公里多，1小时15，平均功率197，平均配速4分59，心率137，步频195。今天就是很单纯的轻松跑。就这双鞋要比 Nike 的 Vaporfly 系列有劲儿不少。所以昨天穿这个可能会有更不错的成绩，因为你不用考虑体力问题嘛。对我来说就是2圈1公里不到1公里这种就可以冲刺。你就算最后因为累了，最后那半圈掉一点，但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意志力或者是怎么样能够顶下来的。行吧，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场比赛。通过这种接力赛呢，大家也能看到全程马拉松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大家10个人、9个人，或者说有的队4个人，有的队14个人，他最多14个人限制。你在那儿跑，其他人在边上站着，甚至是坐着，一下午还很累呢。那你要是整个这42.195公里都是自己跑，
所以怎么说呢，还是向每一位跑马拉松的小伙伴们致敬，或者说向每一位还在屏幕前怀揣着跑步的梦想这种小伙伴们，真的都不容易，大家了不起。炎热的夏天，比赛那天是3伏的最后一天，忘了说了，已经出了3伏，但是还是很热，又湿透了，你看湿得透透的。行吧，那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咱们聊点别的，加油干，加油干，咱明儿见。